中国首富又换人了。根据8月9日最新发布的亿万富豪排行榜显示，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以486亿美元的身家反超农夫山泉的老板钟闪闪，成为新的中国首富，全球财富排名在第25位。在我们以往的概念里面，只有贪便宜、捡便宜的人才会去拼多多买东西，甚至经常逛京东和天猫、淘宝的人都看不上去拼多多买东西的人。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买便宜货的平台，它的创始人为什么就变成了首富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黄峥的拼多多创业发家史。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去看2个新闻。微博大 V 风中的厂长在5月份的时候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电商人饭局，义乌一位卖家朋友去年拼多多做了2个亿，做日用杂货、毛巾、杯子这种。我问他利润多少，他说55万。我说你这毛利率有点低呀。他说毛利率是负的，他这55万的利润是因为他的包裹量大，某游戏公司在他的包裹里塞游戏卡片，扫一扫免费玩游戏那种，靠这个1个月赚10几万，再减掉卖货的亏损，利润是55万。2个亿的流水，55万的利润，听起来是个大老板，但是仔细想一想，还不如去找个班上。第2个新闻，7月29日，数百名拼多多旗下跨境电商平台 Temu 的商家前往 Temu 广州总部维权，商家称因售后问题被 Temu 平台罚款和扣除售后预留金，金额在几万至几百万元不等，商家投诉无门，于是，在7月22日到7月29日自发前往广州进行维权。7月30日晚，拼多多方面独家回应中国证券报，说平台不会去赚商家违规这个钱，罚了也是赔给消费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拼多多还有一个海外版叫做 Temu， 最主要的覆盖区域就是北美。据说这个拼多多的海外版在美国的营销非常舍得砸钱，而且也非常的成功。成功的结果就是把黄峥推上了中国首富的位置。可是根据这些维权的商家提供的信息，意思是拼多多这个罚款具有很强的滞后性，往往都要拖上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才给商家去处理，所以这些商家就受不了了，要去维权。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拼多多这个平台实际上是一个很奇葩的存在。大家都听过拼多多砍一刀，永远都差一刀，就是到了逢年过节之后，你点开拼多多这个界面，它会告诉你，你在这个平台上买东西的所有补贴都会以现金的形式返还给你。但是呢，你要不停的去砍一刀，砍一刀的时候还要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以及各种各样的微信的好友。但是你发现你把你朋友圈里面的所有的亲朋好友都邀请一遍之后，那个进度条还是停留在9.999999，一直循环下去。也正是因为拼多多这种砍一刀的营销方式，不断的把新的用户拉进它这个平台，然后呢，拼多多就拥有了非常大的用户量，所以拼多多对于商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卖场。但是根据我们往常的概念，拼多多就是一个买便宜货的卖场，这对于商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它经常会做一些促销的活动，然后让商家去习惯一种薄利多销的模式。根据越来越多拼多多商家的爆料显示，拼多多的流量是真的大，但是利润也是真的薄。流量大利润薄不说，扣钱的规则也非常的多，而且还很严格。那在这么苛刻的条件下，商家只能依靠选品，好的选品你才能有好的利润，如果选品不好的话，那同行迟早会卷死你。我们这样来看，拼多多对于用户来说是一个买便宜货的地方，但是对于商家来说就是一个你不卷死别人，别人就会卷死你的战场。那么消费者占了便宜，商家又不怎么赚钱，黄峥究竟是怎么做到中国首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拼多多它的营销模式到底是怎么个事儿。上期视频我们提到，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平台可以掌握每一个买家的信息，对上去压榨每一个买家的消费者剩余，也可以掌握每一个卖家的信息，对下去压榨每一个商户的交易剩余。理论上，平台两头都可以获得超额的垄断利润，从而让社会上的财富快速的向互联网巨头去集中。可是说1000到1万，这个信息究竟值多少钱，没有人会去给它估值，而且我们只是在理论上去分析平台究竟是怎么两头压榨的。但是如果作为创业者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很好奇，黄峥究竟怎么做到了让拼多多这个平台可以一边让你砍一刀，另一边呢又去压榨商户？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从黄峥的创业历史开始说起。对于比较熟悉早期互联网的朋友来说，在中文互联网科技创业这个板块里面，有3个经常被大家考古的电子遗迹，分别是张小龙的饭否、张一鸣的微博，还有黄峥的公众号。张小龙写出了微信，现在日活是10几个亿；张一鸣做出了抖音，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独角兽企业。黄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做出了拼多多，成功登顶中国首富。黄峥在早年的创业阶段，还经常在公众号去写文章，分享他对创业的一些看法和心得，其中就有一篇把资本主义倒过来，里面暴露了许多他对拼多多的原始设计。当然，黄峥成功之后，现在他的公众号早已经注销了，我们只能在其他的电子文档当中看到这篇文章。这篇把资本主义倒过来的文章，最初发布在2017年，那个时候拼多多才刚刚上线。文章所探讨的主题是关于保险和复利的问题。黄峥认为，保险是资本主义的极致创造，一边是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的穷人掏钱向抗风险能力比较强的富人去购买抗风险资源，另一边是富人把钱投资在能够产生复利的资本果园当中。这一整个结构就确保了财富从穷人到富人的持续转移。
接下来就到了重点，怎么把资本主义给它倒过来？就是说，黄峥想设计一个反向保险产品，让穷人去给富人出售抗风险能力，还能从富人那里占到便宜。富人要想掏钱从穷人那里去购买抗风险能力，那势必就得让利，让穷人去占便宜。我们看以上这个关于资本主义倒过来还是倒过去的问题，跟电商压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他在底下又举了一个电商场景的例子，去诠释如何把资本主义倒过来。假设有1000个消费者集体联名写信给服装厂，愿意掏10%的定金，集体采购1000件羽绒服，那么服装厂也会很愿意给出30%的折扣，因为在这个交易过程当中，最稀缺的就是这1000个人的消费确定性，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垄断信息。一旦这个消费确定下来，订单进到排产阶段，商家自然会从上游那里把成本挤出来。按照这个逻辑再往下推理的话，如果说这1000个人的消费信用非常的好，那么他们就算不付这10%的定金，也会有服装厂去接单。你琢磨这个逻辑，就是说服装厂通过让利的行为去向消费者购买一个保险。什么保险呢？就是等我发货了，你可一定要付钱的保险。在这场交易关系当中，服装厂显然是那个富人的角色，而消费者是那个穷人的角色。富人为了扩大他的生意，不得不将他的交易剩余，也就是财富分配给穷人，而穷人呢，以自己的消费信用作为担保，把自己的抗风险能力出售给了富人，这就实现了把资本主义给它倒过来的最初设想。脑子都快转冒烟了。如果我们理解了以上这个角色分配，还有把资本主义倒过来的这个设计，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仅退款它就是电商行业的标配操作。因为商家在这个交易过程当中，实际上它是一个弱势的一方，那消费者跟拼多多平台相互去结合，它有一个确定要消费的一个意愿，所以呢，双方交易过程当中，消费者反而成了那个有议价优势的一方。在早期的电商平台上，比如说淘宝上，或者说其他的京东上什么的，所有的商家要想把货卖出去，那你就要花巨量的钱去买一个流量入口，谁出的钱多，谁在竞价的时候愿意下血本，那你就能卖更多的货。可是在拼多多时代的游戏规则变成了合价，哪个商家出价最低，哪个商家可以拿到最好的流量入口，从而锁定最多的消费者。所以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情况就是，做淘宝和京东的人拼命的去做自己的品牌，因为品牌有溢价，但是在拼多多的商家根本就没有做品牌的机会，因为他只需要把价给他打下来，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流量。但是这又是一个很恶性的竞争，势必会造成血流成河的结果。这也就造成了一个非常滑稽的网络传说，就是说在拼多多去买一个电子设备，然后再去京东买一个相同的电子设备，完了把两边都退货，从这个退货当中呢去赚取差价。显然消费者并不想在拼多多上买什么牌子货，只想在他那儿占点便宜。记得早年互联网创业比较风行的时候，很多科技媒体都报道过一个事儿，就是说现在的互联网创业，我们一定要拿捏人性，根据人性的底层逻辑去设计你的产品。所以呢，抖音就设计成了你滑的停不下来，然后拼多多呢就设计成你要不断的去占便宜。所以你看，拼多多在北美的成功和在国内的成功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人类都爱占便宜。就在黄峥的把资本主义倒过来这个纲领之下，东南沿海的一些制造业的商家变得和美团的外卖骑手一样，成了拼多多的奴隶，而拼多多的竞价系统也成了和美团饿了么的算法一样，变成了科技蓄奴的工具。可能有人会提出，我们这个市场是自由竞争啊，自由竞争肯定会解决这个科技蓄奴的问题，因为你不愿意干骑手，你还可以去流水线上打工啊，你不愿意在拼多多去买东西，你还可以去淘宝京东买东西啊。可是我想说，要是真这么简单，那可太好了。我们打工的时候愿意在职场上去消灭那些卷王和公贼，那么电商的行列里头肯定也有人想消灭拼多多这种卷王和公贼。可是呢，拼多多不仅没有被消灭，还干成了全球排名靠前的电商品牌。我管这种极致的压榨和卷出来的成功叫做拼多多化。所谓拼多多化，就是说一个企业或者实体破坏了原有的市场规则，从而形成了自肥的趋势。你想啊，我们不去流水线打螺丝，是因为我们真的很想去做骑手吗？其实不是的，真正的原因是那些压榨流水线工人的工厂现在也在经历经营危机，那些流水线上所生产出来的过剩的商品，就像宁夏的西瓜一样，卖不出去，只能等着烂在地里。所以正确的顺序就是说，原本压榨工人的流水线，那些企业现在纷纷经历寒冬期，他们就要倒闭了。然后那些流水线上的工人因为裁员和失业，只能跑去送外卖，接着被算法去压榨他的交易剩余。不难看出，拼多多化的趋势有两个典型的特点，第一呢就是产能过剩，第二是人才通胀。至于什么考公考研啦、学历不值钱啦，这种都只是拼多多化趋势的副产品和表现形式。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好像有提过，拼多多在去年的11月底总市值就已经超过了之前的大商店老阿里巴巴。如果再去翻看它这几年的财报，拼多多的广告收入和佣金收入都没少赚。所以说，黄峥这个把资本主义倒过来的商业模式，实际上也是在赌经济下行的行为。就像麦当劳在100年前赌对了美国的大萧条，把一个大汉堡拆分成好几个小汉堡，堵住了穷人的嘴，也赌对了美国的国运。不过100年后的拼多多显然要比麦当劳强得多，它可以在打掉利差的同时，依然拿走平台那份抽成。这就好比拿着液压机去榨果汁，能从干瘪的橙子里再给它榨出满满一杯橙汁儿，橙汁儿还是一样的橙汁儿，但是不能喝，一喝它全是苦水。好
好，我们用了3期节目，从逆行人生聊到了外卖平台和骑手，又聊到了今天提到的电商行业的拼多多化。3期节目剖析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商业模式，不难发现，我们的互联网行业实际上就是一种科技蓄奴的商业模式。我在之前聊狼性文化那2期影片当中，有把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和美国的互联网企业放在一起，从文化的角度上去比较。那么同样是高科技的互联网企业，在中国和在美国的区别为什么就这么大呢？这就要说到中国和美国的互联网生态其实有着显著的不同。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有提到美国的反垄断法，这条法律对于美国的互联网企业来说是一个高压红线，像 Facebook、谷歌、微软还有亚马逊这些企业，他们都不敢过度的横向扩张，只能往纵深领域去发展，比如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无人驾驶、通用芯片、导航系统、编程语言、机器人、基础科学等等。但是回过头想想我们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我们都知道中国互联网形成了2大派系，一个是阿里系，一个是腾讯系。这2大系都比较热衷于终端的横向扩张，他们的势力范围囊括销售、医疗、消费金融、网络支付、出行、媒体、旅游，还有商业服务和物流等等。不难发现，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他们所扩张的方向和目的，就是为了取代这些传统的行业，就算取代不了，也要变成一个3方中介一样的角色，就像美团和饿了么一样，把外卖平台干成全国连锁。就像每一个能叫得上号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他们经营到最后都会推出小额信用贷款，去收割那些支付能力不足的年轻人。可能有人会说，中国互联网企业也向纵深领域去发展呀，比如说在大数据、云计算，还有这个 AI 算法的领域投入都非常大。但是我想说，他们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将来会拿去干什么？这才是我们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些互联网巨头所投入的每一分钱，取得的每一个成果，它的目的都在于去更大的终端榨取更多的交易剩余。换成人话就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营商环境当中，资本永远都是逐利的，它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旨在占领更大的市场，去压榨更多的消费者。如果喜欢这期节目，请帮我点赞、留言、转发，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